從我記事開始，他每天就是賭博，他輸了一輩子，為了還賭債跪着求我，他女兒求你了，一定要去當舞女。那一剎那我崩潰了，我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父母？有人問過我1到10分，給我的原生家庭打分，我的回答-1分。聽聽我的故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最近我刷到一段像太陈岚的視頻，被他的一句話徹底镇住了。有人問他，如果要給原生家庭從1到10分打分，你給幾分？像太想都没想，直接回了2個字-1分。你會很難想象，一個今天擁有資源、地位、財富的人，為什麼會把自己的童年打負分？他說，從我記事開始，我爸每天都在賭博，麻將、撲克牌，只要能賭他都賭。家裡開過雜貨店，但他幾乎從不在家，半夜不回來，白天也看不到人。一個小孩子放學回家，還得一邊背弟弟，一邊抱妹妹，撐起整間家。他說父親聰明能幹，也會做菜，但他整個童年幾乎沒吃過他做的飯。這一切讓他最痛的不是窮，而是從來沒人看見他。小學每年考第1，拿着獎狀高興地回家，父親卻只會在牌桌上抬一下眼皮，連頭都懶得抬。那些獎狀堆在桌子上，有幾張甚至被熨斗燙焦，不是不小心，而是根本沒人珍惜。偏心更是赤裸裸的。他哥哥拿第3名，獎狀可以裱框掛牆，他拿第1名，卻被當成一張普通廢紙。母親心情不好就拿他出氣，只要他敢說不，母親轉頭就對父親說他頂嘴，你去打他。從我記事開始到18歲，他每天就是賭博，任何賭。他本來開一個雜貨店，可以常常不在叫我去，就不着家的。半夜吧，我們睡覺的時候他還沒有回來，所以我放學回家還帶弟弟妹妹，背着抱着哄着，因為沒人理啊。他其實很能幹，很聰明的一個人，煮的一手好菜。可是當然你很少享受到。那時候我小學年年考第1，每次拿完獎狀回去找到他也是在牌桌上丟2塊錢給你，看也不看你，也不看你的獎狀。所以我那時候很恨人家賭錢。我小學畢業要入初中的那一年，學校派我去 IQ 比賽，我拿了第188。有人培養我，我可能是在另外一個領域的一個天才，他們也沒有感覺，他們覺得我第1全部是應該，因為我那個獎狀一摞放那，他有時候熨斗放上面給你燙焦幾張。我哥哥6年級的時候拿了一個第3名，他們把裱起來放在牆上。我那時候會想，是重男輕女。我媽出去回來有時候找我出氣，她會故意跟我爸說，看他惹我生氣，我打他，他還還手，然後叫我爸爸來打我。其實我不是還手，我只是18歲那年是他人生的轉折點。一天，母親告訴他，我收了人家100萬，你要去當舞女，那不是請求，那是命令，因為錢已經拿了。他的父親，那個每天賭博的男人，竟然親自跪在他面前，哭着求他，你去吧，你媽要還錢，女兒求你了。那一剎那，他的人生徹底崩潰。他問自己，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父母？為什麼我這麼倒霉？他不肯去，卻看不見出路。於是那天晚上，他選擇了結束生命。他說那把刀不行，我就去買更利的刀。我真的想結束一切，但他被救了回來。醒來時，手上已縫好針，疤痕至今還在。他說，我醒來那一刻，好像被打醒了一樣。從今天開始，我靠自己也可以活。我18歲，他說，我收人家錢了，你就去上班吧。我說上什麼班？舞廳啊，他還不是那種求你的，他已經拿了人家錢了，他反正拿了人家100萬，那不命令你。然後爸爸來找我，他幫我媽跪着求我說一定要去當舞女，你媽已經拿了人家錢，他說我也沒有錢幫他還，他女兒求你了。這樣那一剎那我崩潰了，我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父母？為什麼我這麼倒霉？我不肯去做舞女，那他們2個怎麼解決呢？所以我為什麼選擇了輕生？我覺得這個世界已經崩潰了，我真的是這把刀不行，去買一把更利的刀回來割。你看我那個決心有多強。當然我也不鼓勵你們學我，因為我覺得那是錯的。因為我被人家救回來，出血完醒來縫完針，這個疤到現在還在，我捂着臉都不敢面對任何人。從那一剎那我就好像醒了，有什麼過不了的？我可以不要理他們，我可以工作，自己養自己，自己讀書。自殺未遂之後，他徹底改變，他開始打2份工，走秀拍廣告，賺每1分錢都拿回家。他供自己讀書，自己養自己，沒有人再能支配他的人生。他說一句話特別重要，我放下了恨，也放下了愛，他不值得我愛。而讓他崩潰的父親，其實不是親生父親。他在20多歲時才知道，原來自己是母親和另外一個男人生的，而這個養父只是順便把他養大。但即便如此，他对他說，養育真，我記着，這不是原諒，而是一個人想把過去徹底放下的決心。所以我打了這2份工，拍廣告可以賺錢，然後走秀也可以賺錢。我賺錢每1分錢
我都往回家拿。我很早放下了恨，可是我也放下了對他的愛，他不值得我愛。當我23歲知道他不是我父親的時候，我反而更釋懷。算命告訴我才知道，他說你爸爸在你不懂人事的時候幾個月吧，已經走了。我說沒有啊，我爸爸還在啊。我就納悶了，就回家問我媽，真的是跟他徹夜的談，我是不是你們生的？他說你是我生的。那我說我的親生父親是這個爸爸嗎？說不是。那剎那我才知道他不是我親生父親，生了我哥哥跟我這個養父離了婚，跟外面我的親生爸爸生了我死掉了，我這個養父把他接回來，所以後面弟弟妹妹也是這個養父的，哥哥也是，就中間我不是。反正我知道他不是我親生父親之後，我還會對他比以前更好，因為始終是养育之恩。因為以前我一直認為他重男輕女，他只喜歡我哥哥我弟弟，我做最好的，他们沒有稱讚過我。我的稱讚來自於鄰居，來自於學校的老師。原生家庭給他最大的傷害只有一句，得不到父母的愛，所以他決定自己一定要做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母親。他讓孩子進名校，親自陪讀，在學校門口等校長7天，只為給孩子爭取一次機會。孩子的舞台劇、英文劇他全部贊助，從1年級到6年級，他說我把我沒有的全部給我的孩子，這是補償式的愛，但這是他最溫柔的報復方式，不讓下一代重複他的命運。同學，這個原生家庭給我的影響呢，是得不到父母的愛，這是最大的影響，所以我會把我的缺失會放在我的小孩上。我從小就很愛他，想盡辦法讓他們進名校，在學校門口等校長7天，第7天才見我。我一坐下來那一剎那是還沒開口，校長說：“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才見你。”我的眼淚嘩流下來，我覺得我是乞丐。他整個小學6年，學校叫我做什麼事，幫什麼忙，他的英文劇、舞台劇我全部贊助，從1年級到6年級。我不會說鼓勵人家說一定你就要去生小孩，因為真的要負責任的。如果你們不問我這些，我就過去了。要我講我也講。你說有難過嗎？當然會有，可是恨我就放下了，因為我覺得恨是個很內耗的事。我覺得可能有些人就命中注定6親緣起，不是他要斷6親，是6親要斷他。沒有兄弟姐妹緣啊，沒有父母緣啊。你說這些經歷你也要感謝他造就了現在的向太陳嵐。所以大家聽完我的經歷，不論你現在經歷的多麼慘多麼黑暗，可是我告訴你，活着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覺得你父母不愛你，接受他，放下，你新的人生才會美好開始。其實向太的故事不只是他一個人的故事，那一代的父母，尤其在80、90年代，太多人都帶着自己的傷、自己的缺失、自己的混亂活着，於是上一代的創傷又落在了這一代孩子身上。原生家庭從來不是一件個別事件，它是一種時代的集體後遺症，幾乎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被扎過。所以當你聽到向太說自己給原生家庭負1分，你不會覺得意外，只會覺得心酸。他的經歷不是勵志故事，而是一段幸存者敘事。他幸存於冷漠的父親、情緒暴力的母親、極端的重男輕女、被當成籌碼的命運、差點結束生命的絕望。很多人是從谷底往上爬，而他是從深淵裡抓着一口氣爬出來的。這也是為什麼他的強勢凶霸氣不是與生俱來的鋒芒，而是在沒有保護、沒有依靠的環境裡一點點磨出來的盔甲。如果他不強，這個世界會吃掉他。他現在的每一種恨，本質上都是那個被忽視、被推開、被逼到絕境的小女孩努力讓自己活下來的方式。而當他有了孩子之後，他把所有沒有得到過的愛全部毫無保留地給了下一代。他不是想贏別人，他只是想補償那個曾經被忽略的自己。這是母親的溫柔，也是女人的救贖。但他真正的覺醒，不是成功，也不是財富，而是那一句讓無數人淚崩的話：我接受了，他們不愛我。很多人一生被困在原生家庭裡，缺愛、缺理解、缺擁抱，但是自己一直期待他們會改變，期待他們道歉，期待他們變好，期待他們回頭說一句對不起。但期待是最深的牢籠。向太選擇的是放下恨，也放下愛，不再求，不再問，不再用父母來定義自己的人生。從那一刻起，他的命運不再屬於過去。他告訴所有經歷過黑暗的人，只要你還活着，就還有重新選擇的權利。那一刀下去，是他把命交出去，但醒來之後，他明白了，命要拿回来，命屬於自己。這是走出深淵的人才說得出的力量。如果你聽完他的故事感到心痛，感到
鼻酸，那說明你不是沒有原生家庭問題，而是你終於願意承認自己的痛了，而這就是療癒的開始。原生家庭給我們的傷，可能永遠不會被完全抹去，但我們仍然可以像他一樣，用一生去回答那一句：雖然我沒有被好好愛過，但我仍然選擇成為一個會愛的人。這比成功更稀有，也比傳奇更動人。你們說呢？